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最主要聊的话题呢，是关于 Google I/O 的2026年的一个发表会。那这个 Google I/O 的发表会呢，它其实是谷歌每年一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类似苹果的 WWDC 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那它最主要的呢，就有一点像是它的一个期末考，就是它会跟大家宣布，就是这一年来它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一些东西，有什么样的一些非常大的创新，有什么样的非常多的软体的一些发布。那因为谷歌主要就是以搜索，就是以 software 为主的，所以呢，在这个发布会上面，它大部分都会是以软体为主，也就是发布最新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展示。那当然，今年比较特别，或者是其实这几年来都比较特别的是，它开始有一些硬体的介入。那 Google I/O 虽然这几年有发布一些硬体，但是呢，它还是以软体为主的。那这一次的 Google I/O 呢，其实它发布了一堆产品，当然就可以展示出就是谷歌在于很多地方的一些领先。那包括它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都是很多人在使用的，比如说 Google Map，比如说 YouTube，比如说谷歌的 Workspace、Gmail，这些都是很多人在使用的一些产品，所以它里面做的任何的一个改动，或者是任何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呢，它都可能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一次呢，我会把 Google I/O 的这个发表会呢分成上下两集。那在上集我们主要聊的就是对于普通人而言，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才是真正会影响到他们日常在使用谷歌的这些服务的。那至于下集的话，我会聊的是关于谷歌在于企业上面的一些布局，以及它对于目前为止其他的一些厂商的竞争的这个关系。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最主要我会分享的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在有了这个谷歌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更新之后呢，到底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当然，我讲的普通人其实就是全世界的这些大众，不管你是使用谷歌的任何一个服务，那基本上呢，你都是有可能会被这次的 Google I/O 给影响的。到底它发布了什么样的一些更新，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到底它能够让你的一般的一些日常，你使用互联网的一些行为，甚至是你使用软体的一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会讨论的话题。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话题。那现在呢，因为谷歌已经完全转型为一间 AI first 的一间公司呢，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看谷歌的产品的时候呢，大概是需要从两个角度去看这间公司。那首先呢，第一个角度就是你应该是从谷歌的这个模型，也就是他们的 Gemini 模型的这个团队呢，去看到底整个公司目前为止发展跟目前为止模型最新的一些进度是到哪里的。那第二个呢，才是它的其他的所有的产品线，不管它的之前的这些产品呢，它其实就是某一种应用嘛。那这个应用呢，它不管是有多少人在使用呢，它最后回过头来还是因为模型的这个成长，导致它的这些产品有了更好的一个体验。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整个谷歌的一些发展方向。所以当然你可以说这些产品它们就是持续的在进步，持续的变得更好。但我觉得它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依赖着这个模型的一些升级。以及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新的 AI 模式导入他们的产品之后的一些更好的一些应用场景，所以我会觉得看谷歌一直以来都从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到底模型的发展方面呢，这一次他们发布了叫做 Gemini 3.5 Flash 的这个模型。那 Gemini 3.5 Flash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最主打 CP 值、最主打速度、最主打效率值的一个模型。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为了要对标目前为止最顶尖的 ChatGPT 5.5，还有 Claude Opus 4.7。那基本上这两个模型呢，都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就是很强调围绕在 coding 任务，围绕在帮助企业解决任务，围绕着 agent 这个方向呢，是在不断的优化他们的模型，让他的模型能够做到更强的一些能力。所以这一次呢，谷歌也是已经看得出来是往这个方向去前进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目前是摆脱不了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想要做到的是一个非常 general 的一个模型，也就是一个模型就能够解决全世界所有人的任何问题。OK，我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用户，我不管你是一个企业用户，只要你用上了我们 Gemini 之后呢，你就能够做到任何你想要做到的事情。我觉得他们一直以来都想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就导致呢，这一次呢，虽然是大家全力都在冲刺对于 coding、对于 agent、对于企业端的这些应用，但是可以感觉到呢，Google 在这个方面呢，它就没有太大的进展。当然，其实 Gemini 3.5 Flash 呢，其实它对于这个方向呢，已经是算是比之前都还要再更加的深入了。也就是目前为止呢，它在所有的 agentic、所有的企业端的一些应用，甚至是包括 coding 呢，都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模型呢，它比起之前的 Gemini 呢，是更加的强了，也是更加的接近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两个最强的一个竞争对手。但是目前为止看下来呢，如果只单纯从能力上，或者是 coding 的能力上，或者是 agent 的能力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会觉得它目前为止还是排在第3名。虽然
然说它已经有开始接近这些对手，但是其实跟这些对手还是有一点的差距。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刚刚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太想要一个模型可以做到太多的事情了。那所以呢，这一次谷歌的定位是非常特别，它主打的是 CP 值，也就是说，当你同时间考虑模型的能力，再加上呢你使用的这一个花费，再加上呢整体的效率，再加上它的这个运行速度的话呢，那基本上 Google Gemini 的这个3.5 Flash 呢，它就是第一名。简单来讲，就是没有人能够比它做到更加便宜又大碗。它是在给你很多的量的同时间呢，也会让你能够很快的看到那个效果，同时间你整体的使用的 costing 呢。也会比起你使用其他的一些模型呢，整体的花费、整体的开销会降低很多。这个是谷歌最主打的一个方向。当然，其中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他们有着自己的研发的这个 TPU 晶片。那基本上 TPU 晶片呢，我觉得在于省钱，在于省 costing，整体跑起来更加有效率的一个方向呢。我觉得 TPU 就是目前为止最顶尖的一个 solution 啊。当然 NVIDIA 在于其他地方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呢，我觉得谷歌 TPU 呢现在也是据说开始不断的去抢占更多的一些市场。那最主要的还是回到了它的 CP 值够高，所以我觉得这次 Gemini 3.5 Flash 呢就跟这个 TPU 模型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主打自己就是一个非常 CP 值高，处理事情非常快。然后实际上我的感受呢也是真的是使用了这个模型之后，整体的回答速度比起以前真的快很多。同时间呢，它的能力也是超越了之前的3.1 Pro 或者是之前的3 Pro，所以也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这次的是叫 Flash 模型，它并不是之前的那个更加大的一个老师的一个模型 Pro 等级，但是呢，这个3.5 Flash 仍然能够做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次 Gemini 最重要的一个王牌，也就是整个 Google I/O 发表会，我觉得最底层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发布。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关于他们的产品部分。那首先呢，我们一定是看的是它最重要的这个产品，也就是 Google Search。那实际上我觉得今年呢，对于 Google Search 这个升级呢，也是非常的诚意满满的，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呢，这一次呢，他们开始尝试在 Google Search 有了更多一些新的尝试。那基本上他们的第一个做的事情呢，就是他们把 Google Search 这整个搜索框呢，想要它变成一个全能的一个助手。也就是说呢，以前的 Google Search 就是你打开之后就会有一个搜索框嘛，那这个搜索框以前呢就是只能够输入文字，那现在呢它做的是一个改动，是它能够让你开始上传图片、上传音档、上传不同的一些文件，它会读取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开始给你更多的一些建议。那你就可以想象它就是已经像是一个 ChatGPT 的一个搜索框了，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全 AI 的一个搜索框。当你输入了你需要的资讯之后呢，你只需要直接在里面问就可以了。当你输入了你所有需要的这些资讯之后呢，会有这个 AI 直接帮你判断哦，你只是需要 Google Search， 或者是他觉得你需要 AI 的一个答案，他直接给你一个 AI Overview 的一个答案，或者是他直接帮你切换成 AI Mode， 直接让你能够在里面看到完整的 AI 的这个叙述，这些都是这一次这个 Google Search 最大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改变呢。那同时间呢，这一次 Google Search 相关的所有 AI 呢，都是直接用上了3.5 Flash，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它的执行任务、它的能力以及它的整体的 costing 呢是非常的低，所以呢能够让谷歌一次过就让全世界都能够免费使用到这个 Gemini 3.5 Flash， 也就是说，即使你今天没有 Gemini 的订阅，你也能够直接在 Google Search 享受到 Gemini 3.5 Flash带给你的一些体验。而且呢，这一个我预计呢，不管是未来多少年，都会是完全免费的，因为 Google Search 这个方面一直以来都是从广告去获得收入的，而且它还是占着整个谷歌最大的一个收入。所以呢，我觉得 Google Search 它能够做到就是全部人都可以用 Gemini 3.5 Flash 呢，我觉得对于他自己公司，对于整体的产品的体验，对于所有消费者都是双赢的一个局面。那接下来就是一些更加细节在于 AI 上面的改变。首先呢，我可以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 AI Mode 呢开始变得越来越主导了。因为其实当它的这个搜索框不再只是能够搜索文字之后，能够放照片，能够放一些文档之后呢，其实就会更加依赖 AI Mode 的这一个呈现和这个能力。所以我预计在接下来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它的这个 AI Mode 一定会占据更加主导的地位。那这次 AI Mode 的最主要的改变呢，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它当然是接上了最新的 Gemini 3.5 Flash。再来另外一个比较
特别的部分呢，就是它直接能够帮你生成一些 UI 的一些工具，也就是一些 UI 的一些界面。比如说你今天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减肥计划，它不再只是用文字的方式去呈现，它会直接及时的去生成这样子的一个 UI 的一个，比如说一整个 planning，或者是一整个 document，或者是可能是一个互动的一个网页，比如说你可能想要看地球自转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你都能够直接在 Google Search 上面做得到，而且 Google 呢会直接透过了你的这个请求或者是理解了你的需求之后，直接帮你变成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网页，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去拉动那个地球与你的距离，你能够去拉动这个地球旋转的幅度，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直接能够在 Google Search 上面去使用到的。当然，目前为止这个 Generative UI 的这个部分呢，它并没有完全的开启，它还要经过几个月的一个尝试。但是我觉得它 Google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野心，就是它想要透过这个便宜又大碗的 Gemini 3.5 Flash 呢，完整的让你的整个 Google 搜索的体验呢，变成是只以 AI 为导向，或者是让 AI 真的能够帮助你做到很多以前 Google Search 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会影响到的就是你本来在看的，比如说每次我们看的那个10个蓝色的这个网页呢，他们当然可能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都是 AI 直接帮你回答了这个问题，AI 直接给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答案，你甚至都不需要往下去滑，看到更多的这些 link 或者是更多的这些连接。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面，比如说你可能找的是一些比较直接的字，那这个时候呢，Google Search 依旧是会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它开始不断的想要去模糊这边的一个界限，甚至是包括 AI Overview 呢，也是一个一直以来打通 Google Search 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也就是当你在搜索框输入之后呢，它会在所有Search 的这些连接的上面呢，出现一个 AI 的完整的一个叙述。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AI 的叙述也有一点升级，也就是说呢，现在你看到这个 AI Overview 呢，比如说你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叙述之后，你觉得某个地方你想要继续询问，或者是你觉得某个地方了解的不够深，或者是你想要这个 AI 延伸更多的一个话题呢，它在这个 AI Overview 的最下面呢，直接有了一个 AI Mode 的选框，你可以直接点开这个框，继续的跟它聊天，它就会立刻切换成 AI Mode， 继续的把刚刚跟你聊的部分呢，继续的往下聊下去。我觉得这整个使用体验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好。那实际上呢，这个搜索的模式呢，也去到了其他的一些产品线，比如说 Google Map 现在可以使用一个叫 Ask Map 的一个服务，比如说 YouTube 呢，现在可以使用的叫做 Ask YouTube 的一个服务。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在提到的 Google 呢，就是一个 AI First， 加上它就是一个搜索的一间公司。当它不断的把这两个工具呢，不断的优化到它其他的产品线的时候，比如说它有的 Google Map， 比如说它有的 YouTube， 它那现在就能够做到很多之前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同时间让你的体验变得更加的好。想象一下，今天假设你想要找到一个餐厅是能够符合所有你需要的一个条件，比如说你可能是要在某两个地方的一个中间点，你需要可能是 meet 一个客户，你需要这个是一个有冷气的地方，你需要这个是一个安静的地方。那这些时候呢，你都能够直接使用 Ask Map 这个功能，直接让这个 AI 帮你去找寻最适合你的一个选项。那再来是 YouTube 的话呢，就会是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学习一个东西，或者是比如说你家里水壶坏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的用这个 Ask YouTube 的方式，直接让它帮你找到适合的影片，让你能够快速的去看这个影片，解决你的问题，或者是完成你的这个学习。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产品线都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搜索的能力，加上 AI 的这个能力呢，让整体的体验都变得更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今年可能看不出来，但会在接下来3到5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呢，就是他们这个叫做 Universal Cart， 就是他们的一个 Agentic 购物的一个体验。那简单的说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 Google 开放了一个全球通用的一个接口的一个协议。那它可以做到的事情呢，就是它可以让所有的电商网站，甚至不管是 Shopify 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建造的一个电商网站，或者是自己公司建造的一个电商网站呢，那你都能够使用到这个接口。那这个接口呢，它就直接能够让 Gemini 读懂你的网站上面的产品有什么东西在促销，所有的资讯、所有的 spec、所有的内容、所有的价格都能够直接被 Gemini 完整的看到。那它能够做到的东西就是呢，比如说今天一个用户呢，他在比较到底要买 A 家的椅子还是 B 家的椅子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时候呢，这整个 Gemini 呢就会直接调用出来 A 的产品以及 B 的产品，直接让它在里面去做购物。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你的这个家具店，因为你有连好了这个接口，那你又因为你最近刚好有一个促销的一个活动，就直接让你出现在了本来可能一个人在找 IKEA 的一个椅子，他现在就会直接看到了你的这个选项，然后他觉得这个价格也不错， AI 也判断出来觉得是最适合他的之后呢，
这个人是可以直接在里面透过 Gemini 的方式呢，Gemini 会直接帮他使用他的信用卡，使用他的银行卡去做付款。付款之后呢，从头到尾的整体的购物体验呢，都会留在 Gemini 里面。这个是 Gemini， 我觉得它布局非常长远的一步，也就是直接用 Agent 来帮你完成整个购物的体验。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谷歌对于这边的布局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野心也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以后开始普及之后，大家都开始依赖 agent 的这购物之后呢，谷歌绝对是会抽取佣金的。比如说，在他现在帮你完成了这个交易，他需要抽成多少 percent 的一个佣金，或者多少 percent 的一个 commission。我觉得这些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呢，使用 agent 来帮你购买服务呢，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体验。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去研究到底哪个产品跟哪个产品好。研究了之后呢，你又要再研究，都是这一个产品，我是直接从 Shopee 买呢，我是直接从这里买呢，我是直接从它的官方网站去买呢。你一直以来都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看哪里更便宜，哪里更适合你，哪一个产品更加适合你。但是呢，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Gemini 直接的帮你做好了所有的研究，最后帮你做了下单。所以我觉得那个潜力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人就是追求方便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服务呢，绝对是一个提供非常大的一个价值。而且呢，我觉得今年最大让我非常震惊的就是他们现在也跟 Meta 还有 Amazon 给合作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加上之前的一些 Shopify 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站呢，现在开始。对，可能在美国比较多啦，但是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网站，越来越多不同的购物，不管你是电商平台，不管你是网站，它都可能是直接被 Gemini 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当它成长到一个量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你没有接上这个接口，反而是你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因为你的产品不能够被 Gemini 看到，不能够被 Gemini 推荐，那你直接失去了一个竞争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 Universal Card 呢，可以看得出来，今年谷歌依旧是会非常用力的在努力这个方向。我觉得也是接下来他们3到5年布局最大，或者是我觉得它的整个潜力最大的一个板块。那最后我来分享关于我自己的体验。那其实呢，我现在目前主要用着的就是 Gemini 3.5 Flash，也因为这个更新之后呢，Gemini 整个 software 刚好它的整个 UI 的界面呢也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更新，我觉得非常的有科技感，而且我用起来感觉非常的智能。它给我的那个体验感、文字的呈现方式、我们等待的时候的那个动画，它全部都做得非常的好，那个颜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然后呢，再加上这一次3.5 Flash 这个模型呢，我觉得它真的是在速度跟获得的这个质量上面呢，真的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其实我在使用了1-2天之后呢，我就发现到我完全不需要再打开 Perplexity 了。就是 Perplexity 的搜索对我来说，现在变得是一个要么它太慢，要么出现的结果没有我想象中好。但是 Gemini 3.5 Flash 是同时间能够做到好，又能够做到便宜，又能够做到快，这3个东西它都一次过给满足了。所以目前为止，其实我是很大量在依靠 Gemini 3.5 Flash 帮我去做很多搜索的一些工作。那实际上在经过我这几天的一个使用之后呢，我发现到搜索的这个能力呢，好像已经到了一个很难再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跃升的一个感觉了。就是一开始 ChatGPT 之前每一代的发布，或者是之前 Gemini 3的时候呢，它都会让我感觉到你的搜索的整体的能力变得更强了。以前做不到的搜索方向，以前我不能够问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方向，现在呢，我感觉搜索好像陷入了一个成长的一个瓶颈，也就是它好像没有办法有更大的一个突破了。它当然可以持续的越变越好，越变越快，越变越有效率，但是呢，你要看到一个跟以前比起来一个非常有感的一个升级，尤其是在于搜索的整体体验上面呢，我觉得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其实这个搜索呢，它已经变成一个基础能力了。所以也难怪，就是目前为止 Perplexity 已经完全从一个本来它的目标是帮你做搜索的，现在它已经完全转型去帮你做 agent， 帮你做任务，帮你完成你的工作。它已经完全的转型了，因为我自己觉得它可能也发现到，就搜索已经来到了一个瓶颈，搜索已经变成每一个 AI 模型或者每一个 AI 公司最基础的一个能力。不管你是 ChatGPT， 不管你是 Claude， 不管你是 Gemini， 不管你是 Google Search， 大家都其实具备了蛮强的一个搜索能力。那哪怕你再抢多一点点，你再抢多快一点点，其实那整个感受是无法有更多的一些提升的。所以我觉得在搜索技术上面呢，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尽头，就是你很难再有一个更加有感的一个提升。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看到谷歌现在开始 focus 的方向呢，更加多的是，那我就把这一个搜索的这个体验呢，融入到其他的产品里面。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开始更多的是去解决关于使用场景的这个部分，就是在于搜索的使用场景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使用搜索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现在搜索就是已经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更加多的一些提升会来自于其他的产品的一些融入，或者是
其他的产品的一些整合，或者是各种使用场景的一些分配。比如说，我在这个使用场景的情况下面，我需要的搜索模式可能是这样的，比如说它可能是语音导向的，它可能是需要简短的一个长度的，在某种程度下面，可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超长的一个长度的。所以我觉得它已经是开始在往使用场景去切入了。实际上，只从搜索技术的话，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尽头。那这个就是我看完了Google I/O 发表会之后呢，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和一些心得。那我自己最后的一个结论是，我会觉得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哪怕谷歌是一个这么强大的一间公司，OK，它左手是握着全世界最强的模型之一，即使它现在可能是在第3名，但它还是最顶尖的一个模型公司。同时，右手有着这么多很厉害的产品，包括 YouTube， 包括 Google Map， 包括 Gmail， 这些都是很多人在使用的一些产品。但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即使它已经变得那么的强，它还是得非常努力的往前走。假设它今天走慢了一步之后呢，似乎它的模型可能就跟不上，似乎这个模型的超越呢，就会导致它的所有的产品线呢都会陷入一个僵局，或者是像前几年我们看到的谷歌，那时候就会觉得，它的整个公司好像都已经无法去扛起这个竞争了，因为它的模型跟不上，那它的 YouTube 的使用体验也不会比别人更好。那这个时候，其他的产品就有可能借助 ChatGPT、借助 Claude 呢，有了一些更大的一些升级。所以这个就是我感触非常深的一个地方，就是明明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明明手上握着的全世界2个最值钱的东西，但是呢，他被迫要走得比别人走得更加的快，才能够跟上整个市场的脚步。所以我觉得这整个 AI 的竞争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当然呢，对我们这些消费者，对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呢，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对我们绝对是最好的一个体验。所以能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亲自的体验到每一年谷歌、每一年其他的对手不断的做出更多的一个更新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让我非常开心、非常期待每一天的一个体验。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